海贼王的右腕冥王雷利。年轻时的雷利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敢跟着还是该溜子的罗杰出海征战四方。雷利不仅是罗杰的第一个伙伴，两人也是从无到有，造就了一个时代。这种羁绊就相当于索隆与路飞。最后，罗杰、雷利他们也如愿到达了最终之岛，雷利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王之副手。在此后的岁月里，雷利比退休老干部还自在，隐匿在海军本部隔壁的香波地当起了镀膜工人，可谓大隐隐于市。还有体贴的夏奇陪伴他，夏奇可是极少数没有因为年龄而崩坏的女人，当时还把布鲁克撩得神魂颠倒的。雷利除了当镀膜工人，平时就喜欢赌博喝酒和漂亮妹子。然而就是这位连海军大将遇到都得掂量掂量的亡父，初次亮相居然是在关人贩子的牢笼里，被当成一个普通的奴隶老头等待被拍卖。而理由也很奇葩，雷老爷子因为业余爱好繁多，缺钱，自愿把自己送到人口贩卖场，这波自己卖自己的操作属实牛批。之后除了在会场里捞钱，甚至如果真的有人买他，还想打劫他的买家。当时卡普听到拍卖场要拍卖冥王，也是哈哈大笑，忍不住对这位老对手调侃。因为当时要准备打顶上战争，卡普也就把雷利这件事给压下去了。不过敢关押冥王雷利的人也是眼拙，不知道这可不是一般二般的老头。在人鱼凯米被这帮人蹂躏之时，雷利便使用霸气轻松放倒了这个粗鲁之人。身边的巨人对此还很诧异，雷利则是非常低调，称自己只是个镀膜的老头子，比较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而已。嘴上这样说，当然不仅如此。其实当年雷利海上遇到危险时，小巴曾经救过雷利一命，而罗杰海贼团和尼普顿也是老交情了，雷利对人鱼和鱼人们是很亲切。之后路飞等人大闹拍卖会场，还一拳暴打了天龙人，喝光了身上的酒的雷利也只好出去看看热闹。有些破烂的披风，强者标配的腿毛和拖鞋，当他看到受伤的小巴后，强大的霸气瞬间震晕了抓捕逃犯的侍卫，横扫会场的霸气在场的所有人不禁目瞪口呆。雷利和路飞第一次见面，他看到了路飞头上无比熟悉的草帽。虽然雷利隐居一处，但对外面的世界了如指掌。曾经香克斯提到的这位叫路飞的少年，果然有点东西。雷利终于等到他了。雷利用流鹰取下捏爆了凯米的爆炸项圈，让大家离开这里。但是路飞暴打了天龙人，性质恶劣，气得战国脑仁疼。身为大将的蒙奇帝黄猿请求出战，在路飞一伙被大将逼入绝境之时，雷利及时赶到化解了危机。为了让草帽一伙逃离，老雷和老黄无比默契地展开了剑术对决。雷利宝刀不老，将黄猿的脸划出一道口子，而担心着草帽一伙的雷利面对大将也占不到太多便宜。此时熊突然闪到雷利面前，说道：我和老黄我是革命军的人，一切按剧本行事。之后草帽一伙人被熊挨个拍飞到世界各地。黄昏来临，老黄也不想加班，于是抓了几百个小海贼回去糊弄交差了。在顶上战争之后，雷利偶然得知了路飞与女儿岛有微妙的联系，而夏奇更是凭直觉猜到了女帝已经爱上了路飞。在这个世界上，比预见未来更高级的见闻色是女人的直觉。就这样，雷利一人游过了海王类扎堆的无风带，到达女儿岛，并阻止了路飞仓促与伙伴们重聚。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无非是再次送人头。不久之后，雷利、路飞、慎平三人重返马林凡多。在两人的掩护下，路飞敲响了奥克斯大钟，并在白胡子渗出的裂缝中投下一束花以示缅怀，向伙伴们传递了重聚时间由3天变成2年的信息。路飞明白了，只有不断变强，才有实力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于是决定潜心跟雷利进行长达2年的修炼。为了不影响路飞，雷利还把上头的女帝给支开了。知道雷利是为了路飞好，女帝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路飞钻进深山老林中。雷利将三色霸气的使用心得一一传授给路飞，在雷利的悉心教导之下，路飞的实力突飞猛进。2年后，草帽一伙都有了质的飞跃。看到这一幕的雷利也是无比激动，路飞举起双拳感谢雷利。78岁的老爷子不禁流下热泪，回想起和路飞2年间的点点滴滴，又看到路飞如今的成长，雷利是不舍，但更多的是欣慰。他亲自为徒弟送行，冥王2字吓得追击的海军双腿发软。向顶点前进吧，雷利如是说道。想当年他也曾是那个满腔热血的少年啊。起航了，雷利。罗杰的那句话似乎还在耳边回荡。虽然雷利不会跟随新时代的人扬起风帆，但他却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起航了。这就是草帽一伙的默契。草帽团这些人平时都是哪里需要自己就往哪里填，互帮互助。不过他们也清楚自己擅长什么与不擅长什么，所以在战场上就会发现他们都在默契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首先路飞会直接找人家 boss 单练，一个字莽就完了。罗的总结就很精髓，路飞是个非常优秀的拉仇恨的工具人，给伙伴们提供操作空间。而索隆除了是路飞最可靠的副手，通常对位敌人的2号人物之外，低于失血量2000cc 的单子一般不接。2年后还好，2年前索隆的亨利衫上多少带点血腥味，因为身上的伤就没好过。索隆2年后几乎没怎么掉过血，但是在鬼岛上那么几个小时，把2年后该掉的血又掉回去了，扛了一下双四皇的组合技，没那坦度没那魄力谁敢接，所以索隆几乎没变，
在团队最无助的时候，索隆永远可以站出来担起草帽团的命运。山治属于是灵活就业，风味摇摆人，就像山治自己说的，你做不到的我来做，我做不到的你来做，相信自己，相信伙伴。山治2年前动不动就玩消失，然后再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山治总能比别人提前多想一步，别人还在懵逼，山治就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山治大多时候还要兼顾对位敌方的3号人物。不过2年后从冰火岛到德岛，山治打架少了，因为他在当各种小队长，比如捞尸小队长、海军小队长、佐乌小队长等等。所以山治和索隆的区别就是，索隆锁敌后就千万别动了，而山治可以灵活行动。娜美和罗宾这2个女性伙伴是相当重要的。首先，她俩是山治的护花使者。没错，山治是花，娜美、罗宾是2大护法，适用于在山治遇到女性对手的时候。娜美帮山治解决了卡利法，罗宾帮山治解决了黑色玛利亚。同时，娜美和罗宾在战斗中同样属于智将。娜美是在对战 CP9 的战斗中唯一一个拿到2把钥匙的人，偷了未取1把，打败卡利法得到了1把。在和之国，罗宾则是在黑炭大蛇身边做卧底，不仅获得了关于火焰祭典的各种情报，连黑炭大蛇当天几点起床都知道，满分的情报能力。乌索普的打法就是一物降一物，虽然我不是草帽团最强的，但是我能打你那边最 bug 的干部。乌索普就是这样。除了这一点，乌索普会用自己的能力给伙伴们及时打出支援，需要什么他就可以变出来什么，伙伴们几乎都得益于过乌索普的这些小玩意儿。布鲁克属于10项全能，什么位置他都能补。单挑大妈这是路飞干的事儿，对付剑客这是索隆干的事儿，奇袭修女的照片这是山治干的事儿，偷取历史正文这是娜美罗宾干的事儿，驾驶潜水艇这是慎平干的事儿，喝牛奶等于治疗这是乔巴干的事儿，专打 bug 这是乌索普干的事儿，往压缩机里装可乐这是弗兰奇干的事儿，就没有布鲁克不能干的。乔巴属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妙手回春后勤保障，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乔巴作为战斗员的次数也很多，而且战绩颇丰，豁出性命守护过梅利号和桑尼号，这种宠物只值1000贝利，还要啥自行车？弗兰奇平时虽然不正经，但在团战中是相当可靠的，他是个很好的任务执行人。弗兰奇会用各种办法取得胜利，包括强吻德岛女厂长。慎平老大的加入可以说让草帽团的主力阵容更加牢靠，既有强大的实力，也有机智的头脑。在索隆走丢、山治嫖丢的时候，路飞会发现身边永远有个保驾护航的蓝胖子，所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登场机会。海贼王中那些好看的船，在怪物满天飞的海贼世界中，战船的火力都是其次的了，而一艘船往往是他们企业文化和个性的体现，承载着他们的梦想，非常契合一个海贼团的气质，可以说是他们最耀眼的名片。九蛇海贼团的香水游蛇号，看到女帝的船是不是有种亲切感呢？没错，女帝这边很多元素，包括这艘香水游蛇号，都是有中国风的特点。这艘船的灵感取材自北京颐和园的青燕坊，建筑结构和外轮都是基本还原了。青燕坊也叫石坊，正好和女帝的石化能力契合。除了海军军舰，绝大多数船在无风带是无法航行的，而女帝的这艘船，除了前面有2只巨大的游蛇，一对外轮也可以作为动力，能够自由进出无风带。艾尼路的方舟针眼号，这艘船可以艾尼路的雷电能力作为动力，并且实现空中飞行，船底装有200枚喷风背，即使动力系统短暂故障，也可以维持动力。在某航线里，艾尼路的船要氪不少金才可以得到，也确实，艾尼路造船的时候，他本人也没少氪金，船上带有黄金人像和一个神的字样，满满的金钱的味道。明哥家族的努曼提亚火烈鸟号，明哥的船真的是很有个性，而且很骚，一身骚粉，对应了明哥象征动物火烈鸟。这只火烈鸟也戴着和明哥同款的眼镜，明哥的船感觉还越看越可爱，应该属于是最好看的船之一了。红发团的雷德佛斯号，他跟随红发征战了很多年，在邀请耶稣部的时候，远处就有一艘大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在12年前风车村的时候也在，只是当时还没有现在看起来那么恢宏。随着人数的增加，红发成为4皇后，雷德佛斯号也进行了扩建和更霸气的涂装。哲普老板的海上餐厅巴拉蒂，作为东海最有名的餐厅，很多人包括一些海军官兵都会来这里品尝厨师的手艺。整艘船的形状是一条鱼，并且周围有2个升降式的鱼鳍甲板，能延展出更宽阔的空间。2年后，海上餐厅开了2家分店，一个是海底餐厅，这还没什么，而另一家店的 logo 是山治的那张悬赏令的头像，准确的说是迪巴鲁的脸。山治如果知道了，估计当场就情绪失控了。巴托俱乐部的前进路飞前辈号，这艘船就是巴托狂热追星的集中体现。船首部分是路飞，船尾是乔巴，中间的造型是梅利号的羊头，船上还种了娜美最爱的橘子。驱使这艘船前进的并不是船舵和风帆，而是在甲板中央的一个水缸里被屏障罩起来的路飞的生命卡。罗团的极地潜水号，罗的海贼船可以说是相当特殊的一个，它既是潜水艇，也有风帆，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进桅杆里，浮上水面就可以当船用。造型和涂装也有着鲜明的罗团个性，相当好看和可爱。同时上面还有高级的医疗器材和手术室，是最先进的移动医院。路飞曾经有幸体验过。基德团的维多利亚朋克号，这艘船的设计非常独特，它将恐龙骨架和船给结合了，船首是一个巨大的恐龙头骨，船身周围也包裹着恐龙骨架，很有那种结构感。恐龙头的嘴巴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宽敞的甲板。
在主甲板的双簧上还镶嵌着一个看似巨人族的头骨，而且基德还说过，打败凯多要把自己的船手换成凯多的脑袋。基德这是有多喜欢骨头。俊美海贼团的沉睡森林白马号，卡文迪许不光是长得跟别人画风不一样，他的船也是，哪里是海贼船，明明是贵公子出海的游船。除了从头到尾亮眼的白马元素，船身的装潢、涂装、造型也非常的精致，桅杆上还挂着硕大的钻石，而且它的风帆和别人还不一样，它有那种褶皱式的花边。它的船也堪称是俊美。亚尔丽塔的可爱小鸭号，整艘船就是粉红色和满眼的小心心，那只鸭子也是心心眼。可爱小鸭号的气质适合小女生或者猛男驾驶。小冯的快速天鹅号，这艘船有一对外轮，而且船体较小，倒不如说是一艘快艇，造型各方面也很契合小冯的形象。粉色的风帆，船首是带着和小冯同款头饰的天鹅。大妈团的女王妈妈圣歌号和波妮的珠宝玛格丽特号，这两个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首先，大妈的船不仅靠混果实能力，仿佛是有传灵一样，有活着的灵魂。其次，大妈这艘船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蛋糕，饿了直接吃船就行了。而大胃王波妮的船跟大妈团的一样，非常有食欲。乍一看还以为是大妈家族哪个干部的船。罗杰团的奥罗杰克逊号，这艘船出自弗兰奇的师傅传奇船匠汤姆之手，材料和桑尼号一样，都是由宝舒亚当打造。罗杰的船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个到达过拉夫德鲁的传奇之船，船首有一对人鱼雕塑拖着前部的桅杆，酒红色加原木的装潢也很简洁低调，但不失尊贵。在与金狮子的海战中，金狮子的舰队因为恶劣气候全军覆没，罗杰团则是毫发无损。不过这艘船还是谜点重重，奥罗杰克逊号的下落和船上巨大的蛋是什么还暂不清楚。蒙奇蒂龙的温特格拉马号，龙本人虽然很低调，但他的船直接搞了条盘龙上去，看上去非常威严霸气。龙的船曾经开到过东海双月村，当时索隆就在龙船不远处刻苦修炼。多年后，索隆和这艘船的主人的儿子一起划着小船出海了。卡普的狗头军舰，一些海军军官会有自己的专属军舰，比如藤虎还有鹤，但像卡普这么会玩的还仅此一人。他的船首不光是有个雕着骨头的狗头，船上的建筑也不是正常军舰的指挥塔，而是小房子造型的狗窝。不知道卡普是不是给自己的船起名叫什么赤犬号或者萨卡斯基号。白团的莫比迪克号，船体的造型是一条鲸鱼，整体的气质给人一种纯净自由的感觉，如此简约的海贼船也是不多见的，也很符合白胡子的志向和白团的氛围。但是莫比迪克号已经在顶上战争中毁于赤犬的流星火山。金狮子的岛船其实就是金狮子用果实能力浮起来的一座岛，海贼王里最特别的存在。岛船的空间也非常大，是一座空中堡垒，前面挂了一个巨大的狮头像，看起来威风凛凛。德索罗的大德索罗号，虽然它可以当作船，但它也是一座货真价实的海上黄金城。艾尼路的黄金方舟在它面前也就是边角料的水平，富丽堂皇已经不足以形容大德索罗号的氪金程度。最后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梅利号和桑尼号了，这两艘可爱的梦之船，一个上过万米空岛，一个下过海洋万米，一个已经成为过去，一个终将创造传奇。从草帽团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其实除了船员外，每个海贼团还有一个特别的伙伴，那就是这些陪他们驰骋大海，让他们有一处安身之所的小船船。被搭讪的娜美与罗宾。娜美、罗宾作为草帽团的两大团花，走到哪里都免不了被人搭讪。相比之下，娜美被搭讪的次数比罗宾多很多，因为这方面娜美太会了，她可以利用这个捞点好处。在动漫和漫画中，娜美的登场方式虽然不一样，但一样的是，娜美都在通过被人搭讪而忽悠财宝，而且都顺利得手了。后来山治看到了娜美，仿佛是看到了一生的答案。山治不愧是老手，上来就一顿花里胡哨，看到索隆、路飞在那尬得抠脚，因为这是他俩一辈子都学不来的东西。不过什么都不如答应给娜美免单来的实在，终于是深得娜美的欢心。此后娜美又被海军大将青雉搭讪，被青雉称之为令人神魂颠倒的小姐，还问今晚有空吗？看青雉这张口就来的话语，洒脱自然的神情，一看也是个老手了。在水之都，娜美、罗宾被双双搭讪，娜美当时被一个大叔邀请共进晚餐，很快大叔被他老婆拽进去打了一顿，据说这是当地人太过热情的一种表现。罗宾则是被几个星星眼的人拦住，被评价方圆100里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乔巴来了句神吐槽，这里好多山治啊，而山治本人已经变成了护花使者，谁敢搭讪船上的女生，怒气值瞬间爆满。阿布萨罗姆那种不能算搭讪了，纯属是跳过了铺垫环节，靠着隐形果实逮住娜美、罗宾一顿占便宜，最后被各种 buff 叠满的山治暴打一顿。而阿布并没有善罢甘休，后来依旧抓住娜美想要亲亲，不仅逼出了娜美的见闻色，还被娜美喂了小飞棍。小飞棍来哦！2年后，娜美长发及腰，整个人变化很大，初回香波地就被人给调戏了，正是假草帽团的假路飞，让娜美来身边陪酒，而且这个假路飞的声音还是山治的。娜美也很横，连拒绝带蔑视一起还给了对方。话说这个假帽团一点都不专业啊，居然连娜美都认不出来，毕竟娜美的妩媚悬赏令在大海上还是挺出名的，阿健口中的征婚照嘛。因为这个还引起了多起对娜美的骚扰事件，前有阿布萨罗姆，后有文斯莫克永治，
再加上那个天天对娜美悬赏令、犯花痴的海军超新星泽帕。除了这种直截了当的，还有像锦纹门这种蔫坏的，嘴上吐槽娜美的穿着，心里可是喜欢的不得了，竟敢眉飞色舞，让护花使者山治非常不爽。在和之国，锦纹门忽悠娜美，在我们这儿，女忍者就是这样穿搭的。但是看到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忍，才知道锦纹门这家伙真的坏得很。罗宾被人搭讪的次数虽然不如娜美多，因为两人走的路线不一样，罗宾属于生人勿近的感觉，但罗宾要真的开放起来，还要啥自行车？这不比花魁香，把黑炭大蛇迷惑的心驰神往的。在和之国，罗宾受当地人的欢迎程度似乎比娜美高，毕竟罗宾化身艺妓真的绝美。在鬼岛会场里，暗黑时髦打扮的罗宾被一个小喽啰给搭讪了，随后被罗宾一个手刀给打晕了。一旁的慎平吐槽罗宾是个可怕的女人。在花之都的混浴澡堂里，娜美罗宾也便宜了这帮围观的人了。在这里还有个重点，就是池子里有一个透气的竹筒，没错，当时山治就藏在这水池里面，可以说尾田的恶趣味依旧稳定发力。好了，本期内容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留个赞，为素材果实觉醒充能 ，Thank you。草帽海贼团全员怪物。以前有个梗说，本以为草帽团是一群草根出海冒险，没想到是各种富二代出海体验生活。现在看来不仅如此，他们甚至都不是正常人，一个比一个怪物。当然，怪物在草帽团里并不是嫌弃，而是对伙伴实力的肯定。路飞那奇特的果实能力自然不用多说，现在更是配得上怪物的称号。当时山治就是用连我们船长都是怪物，你怕啥这种话来安慰乔巴的。不过，看似肉体凡胎的索隆被称为怪物的次数，甚至比路飞还要多。早在认识娜美的时候，索隆就是血流了一路，架也打了一路，完了还活蹦乱跳，早早的被娜美归类为和路飞一样的怪物。后来罗生门劈火车，把小弟们都给看傻了，被小弟们评价为就那种怪物，还不是草帽团的老大吗？没错，他们的老大更怪物。不久之后，老大用脚劈军舰。再后来就更离谱了，因为在龙宫城里虐杀海贼被称为天生的杀人魔鬼刽子手。索隆反驳说，面对提刀而来的敌人，难道还要请他喝茶不成？而且索隆的坦度一点都不输路飞，扛伤害这一块你永远可以相信索隆，这要是没有怪物级别的肉体和意志是做不到的。山治现在也很难称得上是正常人了，刀枪不入，快速恢复。血统因子的觉醒让山治一度以为自己要变成和几个兄弟一样的怪物，但还好拥有了怪物的肉体，但保留了人类的情感。乔巴最开始可是深受怪物这个称呼的其害，搞得乔巴非常自卑。当时草帽团有路飞、索隆、娜美、乌索普、山治、薇薇，他们再怎么怪毕竟还是人，一只会说话的狸猫确实属于真兽级别的了。那是乔巴进团早了，因为他如果能先看到一副能说话的骨头布鲁克，他就不觉得自己是个怪物了。现在乔巴常常因为自己在草帽团怪物排行榜里排不上号而感到自卑。话说伟大航路确实神奇，确实无奇不有哈。东海五人组自从进了伟大航路，收伙伴的标准也逐渐狂野了起来。自那以后上船的船员也仅有罗宾属于人类的范畴，当然罗宾不怪则已，一怪惊人，觉醒了绝美的恶魔形态，也对得上他恶魔之子的称号了。当怪物索隆在龙宫城里嗜血的时候，娜美和乌索普蹲在一旁又开始嘀咕了，哎，我们越来越像坏人了，哎，为什么我们船上都是这种人啊？哎，船长也是啊，以为他俩是正常人了吗？不，显然不是。娜美自带霸禅，在船上谁见了他不跟见了怪物似的，分分钟秒杀草帽团3大主力怪物。乌索普普通人的灵魂是不假，但是怪物级别的肉体不服不行。他俩在这儿又开始草帽团的传统技艺，我吐槽我自己了。草帽团越来越怪物，还有一点传统就是，只要对方足够奇怪，路飞就会拉他做伙伴。要不是其他伙伴阻止，现在他们船上还会有一只僵尸独角兽、一棵僵尸大树、一只半兽人和一只佩罗娜的幽灵等等等等。从到达水之都前，路飞理想船将的画稿上来看，那会儿路飞压根就没有想找个正常人。最后弗兰奇上船，不仅不是人，还是个变态，怪上加怪，路飞很满意。然后就是布鲁克，不仅不是人，还是个音乐家，路飞很满意。之后是慎平，不说了，路飞很满意。反正草帽团已经10几年没有收过正儿八经的人了，就是逐渐物种离谱。草帽一伙在冒险中遇到过很多怪物级别的物种和对手，到最后没想到怪物竟是我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路飞他们从来不会在意伙伴和朋友是不是怪物，就像路飞在雪地里仰天高呼邀请乔巴，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你看起来很好吃，当我们的储备粮吧。当然这是低情商的说法，路飞还是选择了高情商的说法，废什么话，一起走吧。所以再等等，总有人会接纳你，这是草帽团与众不同的温柔。路飞那些奇怪又可爱的技能，作为一块橡胶，路飞能在战斗中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所以路飞的一些可爱的技能不仅很实用，还能有效的侮辱到对手，而且有些沙雕能力他还不止使用过一次。橡胶大口吞初次使用是在和老沙的战斗中，本来老沙还以为愤怒的路飞要来真的了，结果居然是个这么沙雕的技能。老沙作为自然系自然不怕，但智商却感受到了侮辱，这让老沙很生气。后来在剧场版里，路飞同样使用过此招，吞过软糖果实能力者。可能路飞看到软糖能力就很有食欲吧，可实际上他的软糖巨难吃，很快被路飞吐了出来。本以为大口吞就是个纯搞笑的技能，但终于到了蛋糕岛变得有用了一次，而且还有了组合技。路飞利用橡胶火箭弹射出去，再用橡胶大口吞一口气破坏掉克利加的饼干。
2年后，路飞连这种技能都变得有用起来了吗？不，路飞只是单纯的想吃。橡胶发呆和橡胶章鱼唯一一次使用是在对付艾尼路的时候，当时拿超前的心网没有办法，路飞急中生智，只要我没有动机，敌人就看不出我的动机，顾名思义发呆。果然晃的艾尼路一度认为自己的心网有 bug， 其实真的有 bug。之后路飞用反弹章鱼拳乱拳打死老师傅，很像是4档蛇拳的雏形。橡胶机器人盟友闯入司法岛的时候使用的一招，说是盟友，其实就是用橡胶身体绑架一个人做挡箭牌，让其他敌人无从下手。衍生招式有机器人盟友拳和机器人盟友踢。最开始的3档形态，最可爱的就是解除3档后，路飞会因为放弃而变小，然后被陆琪抓到后，小路飞还倔强的打了他一下，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不过2年后就不会再变小了，也算是个绝版的能力。橡胶 Jet 替罪羊，当时看似胡扯的能力，却没想到竟是强大的双4黄合体技，让世界第一大剑豪鹰眼蒙羞。可以说从心理层面将其秒杀，原理倒是很简单，从附近抓取一个东西替自己抵挡伤害。顶上战争幸运的巴基成了这个不幸的大冤种，帮路飞挡了好多刀。2年后，橡胶替罪羊有了一个改版，橡胶树枝，只是替罪的人从巴基变成了树枝布雷。路飞当时正被大妈的次女追杀，用布雷当盾牌玩得可嗨了。所以2年后，路飞虽然变强了，但那种奇怪沙雕而且还有点用的技能并没有减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橡胶 UFO， 初次使用是在冰火岛，通过旋转腿部获得速度加成、制空和清冰能力，形状非常像路飞开着小飞碟，所以这种形态看起来很好玩很可爱。第2次开飞碟就是在德岛，此招还有非常锋利的切割能力，路飞用这个清了一堆玩具士兵，然后平稳降落。橡胶答谢礼炮，这是在橡胶气球的基础上加强了一个技能，受到了雷利的指导，改良了以前主要用于防御而且胡乱反弹的缺点。路飞的答谢礼炮可以用双倍力度进行还击，而且精度提高了很多。路飞还会做出一个瞄准的手势，非常可爱。第1次用是对付狙击手雪山兄弟，这个技能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在德岛为了保护罗和牛，还有2个混子兄弟时也用过，在蛋糕岛躲避大妈子女的追杀时也用过。而且这种攻击方式还有更强的版本，就是4档保护形态下的橡胶加农炮球，这个技能属于现吃现用。克利架是来着了，第1个尝试被路飞从百草园弹到3位数屋，然后就是5档路飞下的一些形态了，甚至可爱沙雕到连画风都变了，身体比之前有更强的可塑性，所以可以做出更奇怪的姿态，不愧是被称为最胡来的能力。好了，本期就聊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留个赞为素材果实觉醒充能，谢谢。草帽一伙遇到过的那些可爱的小角色。在冒险途中，草帽团遇到过很多人很多事儿，有些人依然有再次相见的机会，有些人可能只是匆匆过客，但这些人登场虽然不多，想起他们却觉得很有意思。恐怖3人帆船一位受了重伤的老人家，这是路飞给他的称呼。当时老大爷想爬出来吓唬路飞他们，结果又被尊老爱幼的路飞给摁进去了。大爷您歇着吧。在草帽团还没有展示6亿倍力组合技的时候，老大爷吼道：“你当我是谁？我可是僵尸！”展示完实力后，另一个老大爷忌惮地靠了上来。山治他们提醒路飞：“不都说了这是僵尸吗？”老大爷说：“不，我不是僵尸，我是一个受了重伤的老人家。”谢尔兹镇给索隆送饭团的小女孩丽香，她第1次尝试做饭团，就是为了报答索隆的解救之恩。虽然把贝鲁梅伯给齁到了，但索隆却温柔地让路飞带话，饭团很好吃。如今丽香已经是谢尔兹镇海军基地小有名气的厨娘了，能做出让人慕名而来的饭团。被遗落在珍兽岛卡在宝箱里的宝箱大叔卡蒙，他与这里的动物一起相依为命20年，不仅是路飞第1批邀请成为伙伴的人，后来还和巴基成了好兄弟。如果他能看到如今的报纸，2张熟悉的脸庞赫然入目，想必也是感慨万千的。现在他遇到了一个卡在木桶里同命相连的小萝莉，关系非常亲密，也是人生赢家了吧。微微的搭档 Mr. 9和那个金刚芭比，他们在得知微微的身份后，都曾奋力保护过微微，逃过追杀。这是 Mr. 9最爷们儿的一次，结果帅不过3秒，比索隆还惨，口结鼻屎男的鼻屎。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2年后 Mr. 9和金刚芭比他俩居然结婚了，并生了一个孩子。果然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长链岛的高跷老伯，老伯的经历也是相当生超，别人迁移走了，把他落高跷竹子上了，而且邪门的竹子居然还在继续生长。就这样在高跷上吃喝拉撒了整整10年，被路飞吐槽白痴。然后老伯拿出了珍藏了10年的陈年老奶酪请客吃饭，路飞居然还想尝尝，被乌索普阻止。老伯吃了一口，立刻食物中毒。如今老伯伯已经和家人老乡们团聚了，而且有了孙子孙女。分槽头的战斗员兼啦啦队长的波尔奇，他非常喜欢乔巴，一有机会就要和乔巴贴贴，给乔巴取了小乔乔的绰号。如此亲密，这样让乔巴对他避之不及。乔巴扑进罗宾的怀抱，他还会吃醋，毕竟乔巴怎么说也是草帽团的人。虽然福克西海贼团比赛耍诈，但好在最后愿赌服输吧。波尔奇追着乔巴，还想着在最后抱一下下呢。可可罗婆婆的孙女齐蒙妮和她的伙伴昆贝，感觉他俩是海贼王里最可爱的一对搭档。昆贝其实是一只兔子，但齐蒙妮一直把它当成猫，所以连昆贝自己都觉得自己应该是猫。他俩还会表情同步，非常讨人喜欢。玩着玩着，无意间找到了通往正义之门的秘密通道。齐蒙妮有1/4的鱼人血统，
所以能在漩涡中把路飞给救上来。现在奇蒙尼已经成了水之都的小站长了。呆萌的鱼人小巴和人鱼凯米，小巴和草帽团初次见面就是误把索隆当成了阿龙请来的客人，然后把路痴的索隆免费送到了可可西亚村和路飞会合。小巴和草帽团也算不打不相识，在小巴的冒险中，他救了人鱼凯米，两人办起了章鱼烧店，后来还请草帽团吃够了章鱼烧。路飞对待朋友也是够情够义，而小巴也是为了保护桑尼号身负重伤。小巴虽然对心上鱼求婚失败，但凯米暗恋着小巴的情愫更有意思。冰火岛的豹子半兽人兄弟非常的豪爽热情，和自己的同类路飞惺惺相惜，而且很快混熟了，互相观摩夸赞对方的身体，还比赛谁跑得更快。路飞自然没有忍住拉人家当伙伴，如果路飞不是他们的敌人，两人应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德雷斯罗萨的两个混子王亚布德拉和杰特，就是那两个蹭路飞的牛蹭了一路的哥们儿。相比其他草帽大船团的人，他俩的实力真的有够混的，在竞技场还耍阴招。不过在路飞和罗被明哥分身堵到死路的时候，两人就像当年的刀神剑圣一样，面对齐武海挺身而出，将明哥的分身破坏掉，拯救了路飞和罗。第二个做出这种事情的是God乌索普，只是哥俩当时是在洞穴里救的路飞，没人知道这事儿，他们深藏功与名，后来也成功混进了草帽大船团。当然海贼王里还有很多登场不多但很有意思的人，有什么让大家觉得有趣的呢？可以继续补充。草帽团这一路的冒险实在太精彩了，不光是遇到大人物大事件，这些很多可爱的小人物更是草帽团神奇冒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派不仅死于话多，还死于事儿太多。对付路飞最忌讳的就是在大顺风局的情况下把路飞放虎归山，毕竟路飞有可能会在这期间饱餐一顿满血复活，或者找个老师恶补一下课程，再或者找到胜利的方法回来就能翻盘。艾尼路败自然不是败在了实力上，而是浪。在草帽一伙来到空岛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艾尼路的掌控之下，视野全开的情况下居然能输，因为艾尼路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对手，而是几个陪玩。艾尼路甚至自己还传了个吃鸡的局，玩得可嗨了。在空岛难逢敌手的艾尼路可以轻松秒掉除路飞以外的人，但被路飞打了个懵逼的时候，艾尼路意识到这个事情不大对劲了。不过雷神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控住路飞的情况下，居然把他连人带球给扔下去了。艾尼路还是太相信自己的果实能力了，最后自己制胜一招也被路飞给打散。艾尼路明白了，永远不要轻敌一块橡胶，那可是神的天敌。同样浪输的还有莫利亚，在开局没多久就活捉路飞剪掉他影子的情况下，莫利亚只顾着去复活巨人奥兹了，全然没有把路飞当作威胁，甚至再次见到路飞的时候，不仅把影子如何物归原主的方法告诉了路飞，还和路飞玩起了捉迷藏。莫利亚的优势就这样一点点流逝了，于是在这期间就有了比当时2档3档还强势的梦魇路飞。当莫利亚回过神来，意识到问题有点大的时候，想用牵引来挽回败局，结果莫利亚都快被自己的能力给撑爆了，简直就是活靶子，被路飞打吐。和以上不同的是，明哥在德岛的计划和布局上并没有多浪，只是明哥并没有想到，当年在顶上战争被随意拿捏的毛头小鬼，居然成长这么快。当时明哥处理掉路飞，手拿把攥，不过还记得贪玩的明哥说了句：“放他走吧，这样今后才好玩呢。”2年后德岛才好玩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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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好玩呢。明哥自己挖的坑，把自己给玩进去了。五鼠中将说：“喜欢玩喜欢皮是吧？不要怪我当初没提醒你啊。”还有感天动地凯多老师，上面几个人完全是轻视了路飞的实力。凯多老师虽然口头上也嘲讽路飞，你想当什么王来着？但作为人生导师，骨子里有教无类的本性还在。一棒子敲晕后，还想着能把路飞招入麾下，培养成不错的战力。在所有对手里，凯多给的禁闭待遇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多少有点人身自由，干活就有饭吃，多劳多得。但是凯多老师人不狠站不稳啊。这一路上，路飞利用中场休息，从而反败为胜的技巧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借此掌握流鹰算是第一个转折点。凯多也没料到自己小小的不当回事了一下，路飞后来能夸张到这种地步。所以路飞这一路的战斗经历基本上都是以下克上，那些大佬掌握着全盘优势，为啥会输？毕竟反派不仅死于话多，还死于闲事儿太多了呀。路飞伙食到位，四皇干废。路飞是个吃货，但对路飞来说，好吃的不仅仅代表快乐，甚至比金银珠宝都好使。以跟食物有关系或者能请路飞吃饭的人，在路飞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在香波地，草帽一行人结识了人鱼凯米，凯米请求草帽团去救小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了，路飞当下也就豪爽的答应了。只不过路飞当时是本着助人为乐的目的答应的，问这个小巴是谁，凯米说小巴是自己的老板，能做出世界第一美味的章鱼烧。路飞一听惊了，此事事关重大，事不宜迟，兄弟们就算拼上性命也要救出章鱼烧，冲呀！注意，路飞说的是救出章鱼烧，小巴哭晕在厕所，我始终不配拥有姓名是吧？最后路飞也如愿以偿，在小巴这里把章鱼烧吃到了爽。2. 一饭之恩能让路飞赴汤蹈火，请过路飞吃饭的人还挺多的，娜美、薇薇、女帝、白星、蕾贝卡、小玉。虽然路飞帮助他们并不全是因为吃的，但如果事先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激励的话，那肯定是锦上添花的。而且路飞对于酬劳方面也非常单纯，
当初答应微微要把老沙揍飞，路飞的要求非常简单，让微微请他吃饭，要吃到撑死的那种。这个要求单纯但并不廉价，毕竟让路飞吃到饱那也得老鼻子钱了。然后再德岛也算挺巧合的，本来路飞没打算要做拯救德岛这么伟大的事情，只是想抢回艾斯的烧烧果实，捣毁明哥的工厂。结果蕾贝卡请了路飞吃了一份便当，明哥推进城负6层的房卡就被预定上了。后来路飞跟卡文迪许抢主攻，路飞直言这种事情我来办就好了，我必须要回报蕾贝卡的一饭之恩。被一旁的罗吐槽，你战斗的理由原来只是一顿饭啊。和之国小玉把自己过生日才舍得吃仅存的食物给了路飞，自己只能去喝污染的河水。之后便有了路飞太郎的报恩，他把一大车干净的食物送到村民手上，便答应小玉，我会将这里变成一个让你每天都能吃饱饭的国家。加上小玉跟艾斯还有渊源，路飞绝不会坐视不管。所以说路飞的战斗理由看似是因为一顿饭，不过纯粹但绝不简单。3. 一顿饭能让路飞满血复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索隆回血靠睡觉，路飞那就靠吃了。不管路飞血条多低，没有一顿饭是不能加满的，有那就再吃个乔巴。每场战斗下来要例行开一个大宴会，也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阿拉巴斯坦狼吞虎咽，误吞乔巴，水之都睡着觉都能吃。后来这种情况愈发严重，在睡梦中能做出各种情绪并不停的吃。索隆吐槽，你到底要做哪样呀？不过无一例外，只要经历这么一波，路飞就满血复活。在鬼岛也是，被凯多各种敲蒙后下来加个餐，回去接着干。所以只要吃的不断，就能给路飞带来无穷无尽的能量。给路飞一碗饭，他敢去打4皇；给路飞一份章鱼烧，他敢去揍天龙人；给路飞一块肉，他就能仰卧起坐。路飞这人能处，伙食到位，4皇干废。有吃的他是真敢玩命。好，本期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拜拜。草帽幼儿园的见习生慎平老大，慎平和路飞认识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不过中途慎平和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要论航海经验，连船长都当过的慎平那是没得说，但要说如何融入吵闹海贼团这个集体，那慎平可要好好见习见习了。毕竟这帮人10次操作至少得有9次，能让慎平在震撼中刷新认知。慎平和路飞在推进城初次见面，路飞对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面试，两人虽然没有过多的言语，但却充满了默契。慎平外表严肃理性，但配上路飞若有所思的眼神后，顿时他俩之间弥漫起一股沙雕的气息。毕竟在路飞这里，再顽固的气质都具备可塑性。跟着路飞一起行动，那注定免不了要见到路飞身边各种奇奇怪怪的朋友，比如从不正经的小一万。何しとるんじゃ、急ぐぞ。みんなあんたのせいよ、ジンベエ。なんじゃと、わしの。そうよ、バナータがパパッとあいつらをやっつけ、エースボーイを取り戻していればこんなことに。そんな無茶な。还有宠夫狂魔女帝ジンベエ、少しだけじゃと言うたであろう。结果搞得一个离差点单杀1元气乌海这种沙雕事件，居然发生在严肃的慎平老大身上。看来跟着路飞混了一段时间，成效显著。战后慎平让路飞恢复了斗志和希望，并重返海军本部。但还不等慎平进一步去了解路飞，路飞就要开始为期2年的修炼了。阔别2年，下次见面就是在愚人岛了。在这里，慎平有了更了解路飞的机会，也是第一次和路飞的伙伴们见面。慎平稳住形象，打算给大家一个稳重亲和的第一印象。结果刚一见面就塌房了，他看到了藏身10年不曾外出的白星公主，居然被路飞给弄出来了。又看到多年未见的小八莫名其妙重伤出现在自己面前。从这件事上，除了知道慎平有时候太呆萌了，还知道了慎平老大的反射弧好像有点长，毕竟他也是第一次和这样一群人相处。进一步的了解，从适应路飞的思维开始，莽就完了的路飞和有条不紊的慎平发生了作战计划上的冲突。而且路飞直言不想当英雄，英雄要把肉分给别人，而海贼会拿他来开宴会。说白了就是路飞想吃肉，自由万岁。慎平极力稳住自己内心的懵逼，试图破解路飞的这脑回路。じゃあ、肉は壊せてやるから、言う通りにせえ。わかった。然后就是整不明白为什么索隆、山治动不动就开始卷起来。慎平不理解的说道：“他们到底在比什么？”而早已习以为常的罗宾解释道：“别介意，他们平时就这样。”打败霍迪后，慎平就当前局势跟路飞交流。然而慎平说着说着，从不按计划行事的路飞就只顾吃东西去了，气得慎平又开始不厌其烦地吐槽身为船长的路飞。对于船长这一概念，乔巴来了一个神补刀。再加上路飞、索隆一个吃得欢，一个睡得香，慎平终究是无奈了，跟其他人坦言：“你们真的好辛苦啊。”又分别了一段时间，慎平和大家又在蛋糕岛相见。在这里，区区4皇的慎平也正式宣布加入草帽海贼团。期间，在伙伴那里，慎平又学了一招。当时慎平不管如何狂扇逼斗，
怒吼声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累得气喘吁吁，都无法叫醒路飞。而乌索普早在恐怖3维帆船的时候，就用一句美女剑豪带着肉来了，叫醒了路飞、索隆3次。这一次娜美站了出来，用类似的方法轻而易举的就叫醒了路飞。另外还有布鲁克这种神奇的生物，且能将自己的头颅打开，淡定的掏出历史正文踏本。这一系列的操作也让慎平和加洛特尤为震撼。在鬼岛战争前夕，慎平及时回归，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但被路飞、索隆莽夫劝架、路痴找人的操作给整不会了，迎来了伙伴们的吐槽。不过一开始慎平放他们去的理由是索隆跟着去了，慎平似乎对索隆的外表和气质有足够的自信。得知真相后，慎平恍然大悟，原来那种气质和起名天赋都是用方向感换的呀。而且据某资深盟友的真实经历，把路飞和索隆放在一起，那俩人是不闯祸浑身难受。平时慎平和罗宾的互动比较多一点，当罗宾在其面前展示暗杀手段的时候，慎平直呼这个女人好可怕。对罗宾那种反差的性格，慎平也已经领略一二了。草帽团内部平时互相吐槽已经是家常便饭，而慎平也慢慢上道了，经常在背后充当捧哏。性格上他也逐渐被草帽团给解放了天性，所以慎平老大正经的时候很正经，但从一路的性格变化上来看，他终究也被草帽团给同化了。水之都的纯情硬汉巴里，在海贼王中有很多人的登场机会并不多，但他们有些人在自己的职位上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散发着自己的光辉。正如罗杰跟佩德罗说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出场机会。在海上列车正式通车的那一天，岸边上有一个12岁的少年，也被冒烟汤姆号深深的打动，于是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船匠。长大后他进入卡雷拉公司，在师傅冰山的培养下，巴里成为了一名独当一面的船匠，并担任起1号船务工头。当时他和路奇、卡库、鲁鲁、戴鲁斯通并称为水之都5大工头。即便他少年时有着以上的励志经历，但他初登场时并不是啥伟光正的形象。巴里酷爱赌博，在草帽一伙的钱被弗兰奇家族抢走时，他正在被人家追债，情急之下抢走了弗兰奇家族的布鲁。在得知身前2个箱子里全是钱后，巴里一度想要占为己有，结果被路奇给逮了回来。物归原主后，还想着跟路飞索要1成的辛苦费。巴里平时叼着雪茄，大大咧咧的气质有些像斯摩格，但他有些性格上倒是和斯摩格截然不同。他十分保守，对女士穿着暴露这一点反应极大。巴里红着脸吐槽最多的就是卡利法和娜美，结果被方块姐妹调侃为害羞男。巴里之前因为怀疑路飞是击伤冰山社长的背后真凶，和路飞有过一些矛盾，但当真凶出现时，当时正巧一时冲动，想找到罗宾的路飞一头攮了进来。巴里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此时路飞和巴里也冰释前嫌。巴里虽然欠了一屁股债，也没有多么惊为天人的实力，但他死也要保护冰山社长的信念，路飞能感同身受，也激发了路飞的斗志。两人为了各自的目的嗷嗷一顿喊，努力想挣脱枷锁。之后当巴里看到真凶就是和自己朝夕相处5年的伙伴时，他很震惊，但更多的是不敢相信。可路奇并不将巴里当作伙伴。 CP9 打飞路飞索隆后，将冰山和巴里绑在一起，并在总部纵火，后被乔巴救出。在所有人都对草帽一伙愤恨不已的时候，巴里出面让大家消除了误会，还让大家帮助草帽一伙去找当时刁钻的卡在墙缝和烟囱里的路飞和索隆。对于民众问起路奇和卡库的下落，巴里淡然的一句：路奇和卡库有事回老家了，再也不回来了。路奇卡库全然是为了任务，他们有专业的冷血素质，但在巴里心中，那5年的感情却是真实存在过的。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他也不忍摧毁大家心中的念想。不过路奇他们后来在飞夜里确实回了一趟故乡老家，巴里那话还真没毛病。那一次的水之诸神海啸来得异常迅猛，即使路飞索隆及时被找到并各自挣脱出来，但依然跑不过海啸的追击。此时巴里的超绳术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冒险跑到了断桥上，及时将草帽一伙牢牢拴住，将他们从海啸中拽了出来。而巴里并不是一个徒有蛮力的工头，也有足够的理智。他当时极力阻止草帽一伙就这么冲动地前往司法岛，是就这样一个驮着一个游过去，还是划着小船被海浪吞噬，这无异于去白白送死。可可罗婆婆也出面安抚路飞等人的情绪，并提供了火箭人。巴里和另外2个工头藏在了货箱里一同前往。途中，巴里依靠曾经在这修轨道的经验，画出了司法岛地图，并制作了作战计划。当然，路飞从来不是按照计划办事的人。在司法岛作为掩护部队，巴里的绳子起到了很大作用，率领大家击败了2个巨人族守卫，并击垮了一道道防线和大门。在索隆等人正式登陆后，巴里用绳子将众人拽上了布鲁王，协助他们继续追赶路飞的步伐，并托付索隆，等见到路奇他们的时候，请帮忙转达你们被解雇了。这句话沉稳霸气，又多少带一些倔强和较真的可爱。后来索隆打败了卡库，言而有信将这句话带给了卡库。卡库想起了巴里，却有了几分动容。
话说回来，当时和索隆分开后，巴里和工头们留下来为草帽一伙断后。别看巴里被人家追债的时候跑得很狼狈，但在层层围堵中，巴里却以一敌多，毫不畏惧。他想和路奇卡库做个了断的信念，需要依托草帽一伙的力量去完成。不过巴里他也可以有自己的做法。屠魔令发动后，巴里机智地用自己的绳子绑了自己，和其他被绑的人待在了一起，等待机会逃脱。救下大家后，不巧的是，撤离途中遭到了海军军舰的围攻。巴里又用绳索在悬崖上给大伙创造了刁钻的落脚点。之后看到草帽一伙成功被梅利号接走后，巴里和其他人乘着海上列车赶回水之都。期间因为巴里救了大家，方块姐妹还开玩笑的专门戳他的软肋，故意调戏巴里这个纯情大哥。回到水之都后，冰山、弗兰奇、巴里、鲁鲁、戴鲁斯通这5个优秀的船匠合力给草帽一伙打造了桑尼号。在草帽一伙离开水之都后没多久，巴里升职为卡雷拉公司副社长，从此追捕他的人变成了2拨人，一波依旧是债主，另一波是向他示爱的迷妹。2年后，海上列车2号冒烟兵号正式通车。当年那个看着海上列车呼啸而过的少年，此时已经可以看着自己亲手打造的海上列车飞驰于大海之上了。在2021年海贼王全球人气角色投票中，巴里以13344票位列第69名，甚至力压塞尼尔、卡文迪许等后来登场一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而巴里在主线剧情中仅仅也只在司法岛篇登场，所以在海贼王如此宏大的篇幅里，巴里或许只是一个过客，但他依然可以在自己登场的机会中闪闪发光。当然巴里这样的人还比比皆是，相比于怪物级别的人们，他们可能没有多么惊人的实力，多么惊天的故事，多么雄厚的背景，却因为某些小事儿带给了众人无法磨灭的印象。越往后越稀罕乌索普。乌索普刚开始有时候并不怎么讨人喜欢，平时咋咋呼呼，打架的时候又比不上陆索山，打败了阿龙的一个干部，恨不能得跟全村每个人都吹一遍牛批。要说能力，在进入伟大航路的前后，乌索普的狙击才能还没有得到太多施展的机会，而娜美依靠铁拳和航海术，早早奠定了一船之主的地位。那就这样一个东海创业组里的吊车尾，他能成为神，并让人对他有所改观，也绝非偶然。首先，乌索普虽然爱吹牛，但他吹的牛居然都一步步实现了，这就是后话了。当初在梅利号上起事的时候，乌索普和其他伙伴的梦想截然不同，别人的梦想都是宏伟远大的，而乌索普只是哆哆嗦嗦的说想当一个勇敢的海上战士，脚踏实地也朴实无华，不求出人头地，只求突破自我。乌索普内心一直比较自卑，他经常说自己实在是太弱小了，帮不上大家的忙。但反观2年前的冒险，每个地方乌索普都不经意间展示了不同的品格。在小花园奠定了绝境之王的作用，路飞被拖住，山治偷家去了，索隆、娜美、薇薇即将被蜡烛彻底冻结，乌索普灵机一动，想出用火去破蜡烛。他那百宝箱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就这样拯救团队于绝境之中。在阿拉巴斯坦奠定了肉装射手的定位，被老沙的2个手下反复蹂躏，但即使粉身碎骨，也要说出路飞一定会成为海贼王这句话。最后乌索普用烟雾弹配合乔巴，让敌人误伤队友，获得了干部战的胜利，并喜提木乃伊皮肤。后来重伤的乌索普还惨被娜美废物再利用，并坚强地活了下来。阿拉巴斯坦和空岛也都奠定了乌索普稀奇古怪大发明家的才能。空岛利用小发明和山治一起偷渡上艾尼路的方舟去救娜美，救下娜美后又爬回去救下了山治，之后换来了很多空岛贝，还念叨着想要帮娜美改良天后棒以及提升自己的战斗力。直到水之都得知梅利号无法继续远航后，乌索普迎来了挫折与成长。乌索普主动提出退团，这一点毋庸置疑，乌索普有错在先。不过他并没有看到路飞得知梅利号无法修缮的时候也是非常难过的，但想必乌索普的这一行为并不会引起厌恶。还记得在空岛的时候，那个手持热枪骑喷火鸟的神官修罗入侵梅利号，烧毁了桅杆，打伤了乔巴。乌索普回来后，乔巴知道乌索普有多在乎梅利号，于是自责地跟乌索普道歉。但乌索普首先是关心乔巴的伤没事吧，并说道还好烧的是船而不是你，船再想办法修补就好了。可以看到乌索普一点都不自私，反而孰轻孰重，什么事儿都明白。只是梅利号对于乌索普就等于草帽对于路飞一样的意义，都承载了很多的感情。路飞的草帽坏了，路飞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修补好，那换到乌索普这里也一样。单论感情上完全可以理解乌索普，他和路飞展开了对梅利号所有权的对决，胜负可想而知，但他也要像一个勇敢的海上战士一样证明自己，并夺回自己想要的东西。战败后，其实乌索普也知道梅利号注定无法修缮，但乌索普也是个普通人，也有难以割舍的东西。之后乌索普以狙击王的身份参加了拯救罗宾的行动。战后梅利号来接他们的时候，乌索普大喊着让大家跟着路飞往下跳。乌索普依然是路飞的那个死党，和其他人一样，也是路飞身边忠实的伙伴。道歉回归后，他再也没有自称过船长，反而更加的拥护着路飞。在恐怖3维帆船，乌索普奠定了萝莉杀手的称号，又是在草帽团拿佩罗娜没有办法的绝境时刻。
恰恰是他的自卑和消极免疫了佩罗娜消极幽灵的作用，并一路找到佩罗娜的真身，将其击败。2年修炼期间，乌索普为了提升自己，也是没少遭罪，练就了一身线条分明的肌肉，学到了更为先进、千变万化的狙击能力，并在德雷斯罗萨觉醒了超强的见闻色霸气，又是在绝境中拯救了路飞和罗，挽救了即将崩塌的战局。尽管当时的路飞对这件事全然不知，但乌索普却说了这么一番话：ルフィ、気づかなくていい。無事だったなら、構わず進め。期间，乌索普被万人敬仰，成了 God 乌索普。他是神，却也是一个常常因为无能为力而自卑的普通人。他老爹虽然是红发团狙击手耶稣布，但乌索普很少提到，那些牛批都是自己吹成真的，剑走偏锋，用弹弓练就了一手狙击才能。就算有天赋，但后期才觉醒见闻色的背后，也都是这一路上不断补刀发育努力后应得的结果。现在的乌索普挂着小号，依旧是咋咋呼呼，贪生怕死，偶尔露两手操作，似乎忘了自己得岛时期的大号密码。不过当团队深陷绝境之时，乌索普认真起来，登上大号，他依然是那个能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的 God 乌索普。草帽海贼团的副船长，在德雷斯罗萨的时候，小迷弟巴托见到索隆就管索隆叫副船长，还把索隆给叫懵逼了。在之前1031话的扉页中，官方也算直接明示了这一点吧。雷利和贝克曼这俩是挂了名的副船长，而草帽团毫无悬念的索隆出现在了这张扉页上。草帽团里不缺具备当副船长资格的人，而且一些人在管理经验上比索隆更多，但可以先对比一下，为什么索隆依然是最优选。山治有足够的竞争力，上船之前他是海上餐厅副厨师长，2年前在小花园、阿拉巴斯坦、空岛、司法岛等就已经展示了智勇双全的能力。他明白的事情并不比索隆少，在梅利号事件上也是保持理智，在路飞说气话时，山治及时将路飞提醒，在被团灭的边缘也是毅然决然站在了索隆身前，并屡次充当骑兵。不过相比于当副船长，山治更适合做他的温柔骑士和二副。山治的骑士道精神和柔情性格使然，这一点放在个人身上那绝对是个人魅力，但在领导团队层面上，说白了，副船长更多的是要有站在路飞甚至团队的角度去共同面对问题的狼灭气质。娜美她虽然是草帽团的大姐头，活地图，也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一些大问题上，比如乌索普离开和山治结婚，娜美也是懵逼的，需要仰仗路飞去处理。她更适合管理生活和经营日常，也就是类似贤内助的定位。乌索普除了梅利号那件事儿，他从不吝啬表达对路飞的忠实感情，看得出来乌索普很在乎路飞，而且多次绝境中帮路飞和伙伴翻盘。他现在有资格当副船长，但有一说一，要说实打实的领导力，乌索普还是适合当人人敬仰的神更好。其他的草帽团除了索隆和慎平，都多少有一些共同点，就是容易被感情绑架。当然不是说当副船长就得六亲不认，而是在草帽团这样一个性情团队里，一定需要一个特别理性看事情的人。那就看索隆行不行。罗宾离开时，索隆冷静分析原因；乌索普离开时，索隆冷静维护人心；山治离开时，索隆冷静思考局势。除了找不到自己的房间和被芥末呛到了会让他不冷静外，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伙伴暂时的出事儿并不会打乱他的思绪。毕竟副船长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当队友甚至船长沦陷时，自己能顶上去肩负起重任。在威士忌山峰时，当草帽团其他人都沉迷于暗流涌动的宴会时，看似喝醉的索隆并没有被酒精所麻醉，一个人站出来解决了100个赏金猎人，破除了危机。在阿拉巴斯坦之后，罗宾上船，当初巧妙地讨好了路飞他们，只有索隆一直隐隐感觉这个女人肯定有事儿，把对罗宾的警惕保留到了司法岛篇。在乌索普问题上，索隆坚持乌索普不道歉就不能让他回归。话说副船长这个职位并不是什么光鲜的活，尤其是在草帽团当副船长这个大冤种职位，甚至比船长操的心还多。有时候为了原则性问题，要替路飞说一些难听的话，替路飞干一些得罪人的事儿。毕竟路飞上一秒生气，下一秒就可以原谅的随性性格，需要有个人和他性格互补。索隆横刀立马，坚守原则，但索隆霸道之余又不想功高盖主，懂得维护船长至上的威严。副船长的觉悟也是很明显了。恐怖3维帆船，硬刚欺侮海熊，即使没办法解决这个 bug， 索隆也决绝地说出用自己的命换路飞活下去这种话，得到了熊的好评，硬扛伤害，最后淡淡的一句什么也没发生过。2年后，索隆依旧是路飞身边最得力的打手。关于索隆的担当、决心、信念，也不需要说太多。从头到尾，索隆依旧是那个索隆。至于其他伙伴，并不是说他们不如索隆优秀，甚至有些人比索隆会的还多，只是他们更适合胜任自己擅长的职位。就比如充当大冤种，去说一些破坏气氛的话，也就索隆去敢说。当罗宾回归时，大家感慨万千，索隆却出来煞风景，表示这些无聊的话等逃出去再说也不迟，然后被一顿惩戒。山治被威胁去了蛋糕岛，
所有人都在担心山治，索隆又出来泼冷水，被吐槽无情无义。索隆真的不在乎伙伴吗？显然不可能，索隆只是想让大家冷静下来。这一点上，能和索隆竞争的还有慎平。佩德罗自爆后，布鲁克、娜美、乔巴、加洛特全部都在灰心沮丧。布鲁克觉得慎平和他们共处的感情不多，不在乎佩德罗的死活。慎平说了一番话，意思是佩德罗的牺牲是为了大家，这可是四皇的地盘，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如果在这儿颓废的哭泣，是对伙伴牺牲最大的侮辱。最后，慎平鼓舞了大家，让大家有了动力。和索隆比，慎平在外面连船长都当过，只是加入草帽团的时间点很晚，情怀上自然比不上糟糠之妻索隆。而且慎平现在还在适应当中，虽然有变成沙雕的趋势，但对大伙还不是特别熟悉，被路飞、索隆莽夫劝架、路痴找人的操作给整懵逼了。尽管索隆、慎平他俩的气场和性格有一些重合，但如果就选一个，想必索隆还是更适合的那一个。所以综合来看，草帽团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能力，但要说谁能胜任这个副船长，其实只有一个最合适的，那就是索隆。最后，关于明不明确副船长这个事儿，也不是很重要吧。草帽团平时相处起来就是家庭或者伙伴的关系，路飞即便是船长，也都是人人可以欺负的，他们没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这样的草帽幼儿园岂不是也挺好？海贼王中的那些 CP， 在海贼王中，爱情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不过大家一定能感觉到，尾田似乎也在偷偷撮合。毕竟这方面的暗示还是比较多的。先说几对比较稳的 CP， 首先是萨博和科尔拉，也被称呼为二哥二嫂。科尔拉13岁时进入革命军，认识了萨博，两人也属于是青梅竹马。后来萨博和路飞重逢后，看到路飞又想起了艾斯，萨博思绪万千，然后就哭了起来。科尔拉特别温柔地安慰萨博，而且二嫂虽然长得卡哇伊，心智却比较成熟。不过二嫂当然也是有脾气的，从小到大，萨博干了什么让他不顺心的事儿，比如偷懒、闯祸，擅自挂他的电话，二嫂就会撕他的脸。这一对 CP 感很足，而且三兄弟的能力当真是通用的。乌索普和可雅，乌索普一路上即使功成名就，也从不沾花惹草，主要是乌索普出海前就有心有所属的官配 CP 了。当然可雅在扉页中也经常牵挂乌索普，这一对从情理上未来能走到一起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弗兰奇和罗宾，虽然这两人成为 CP 认同感不是特别高，但尾田就很喜欢在他俩身上搞点事情，像公主抱、吸枕、情侣装、抓鸡、宠溺的眼神、老夫老妻般的吐槽，以及两人生日的编号等等的这些，变态男和腹黑女的 CP 感那是做的相当足了。薇薇和扣杀，薇薇和路飞也是有感情的，但路飞那边卷得太严重了，薇薇和青梅竹马的扣杀相对稳一点吧。他俩也有共同的信念，让阿拉巴斯坦更加的美好。至于身份嘛，也有公主嫁给将军臣子的例子，比如德雷斯罗萨的斯卡莱特和居鲁士这一对，而扣杀现在是王国的环境大臣，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红发和马奇诺，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马奇诺抱的孩子究竟是谁的。尾田也是有点模棱两可的回答说，果然是那个人啊，是那个人吧。尽管不算官宣，但尾田曾经还真用过那个人来指代过红发，所以真相或许就在不言而喻中。雷欧和曼雪莉这两个同是小人族，当然有天然的优势。曼雪莉很中意雷欧，在他面前撒娇任性，只是雷欧嘛，钢铁直男一个。雷利和夏奇，虽然他俩并不是官宣的夫妻或者情侣，但是两人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而且雷利如果要出远门，要把生命卡给夏奇，夏奇才能放心的放他走，那种和谐感，要说一点事儿没有，谁信啊？小巴和凯米，他俩最后应该也能走到一起的。毕竟夏奇当时问他的时候，凯米是这么回答的：ケミちゃんってハッちゃんの恋人？そんな私ハッチのお嫁さんなんてまだ。飛びすぎだお前。たこ焼き屋で一緒に働いてるんだ。あらそう。夏奇问的是不是恋人，凯米都对号入座到老婆上了，这种情不自禁想多了的操作就很明显了。还记不记得那个宝箱大叔卡蒙？2年后他身边多了一个同样是在木桶里的小萝莉，看样子大叔也有 CP 了，今后总算有个人能说一说话了。乔巴和米尔奇，没想到一向老实巴交的乔巴有一天也没把持住自己。乔巴的心上路，没错，就是在左屋让乔巴秒变山治的那只毛皮族驯鹿。在 SBS 中，有人不希望乔巴谈恋爱，尾田则是表示米尔奇因为是毛皮族，不管作为人类还是驯鹿都可以和乔巴交往，爱情就像龙卷风，他也没办法阻止。关于米尔奇，尾田也有解释到，母驯鹿确实是有角的，大家可以放心，他不是女装大佬。相比之下，山治和布林只能说是有缘无分了，两人因为双方的家庭利益走到了一起。悲剧的是，在这个黑色童话中，两人却动了真感情，而山治毕竟不属于这里。布林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亲吻了山治，并剪掉了山治对这段事情的记忆，让山治没有牵挂的离开。尽管两人的童年、爱好、花痴属性都非常的匹配，不过在山治还没有完成冒险前，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而一路上山治和娜美的香娜 CP 也是经常被谈论的，两人有时候的互动也比较暧昧。因为这事儿，当时布林还吃醋了。尽管没看出娜美对山治有那方面的感情，但蛋糕岛之后，很显然山治在娜美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索隆和路飞可供选择的 CP 就多了。索隆宿命上的 CP 那就是和达斯奇，弯道超车的 CP 那就是光月日和。但从感觉上，觉得索隆和罗宾才是最搭的。两人不管气质还是互动，即使不说话，都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当然，最具反差甜的那还是和佩罗娜，毕竟两人一起生活了2年，佩罗娜把重伤的索隆治好，把索隆当成自己的库玛西，把索隆送到集合地，两人有这方面的羁绊。即便如此，有句话叫流水的绯闻女友，铁打的锁香 CP， 女人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而山治能让他有1秒砍8刀的冲动。另外，索隆和佩罗娜分开后，现在柯鹰眼和佩罗娜这对高冷大叔和傲娇萝莉的也不少。路飞这边的异性缘虽然众多，但支持路飞和女帝、路飞和娜美的就占了绝大多数。女帝表达感情的方式，那就是百般宠溺，倾其所有。单论这一点，本来觉得那是谁都卷不过她，但没想到半路被雷九给截胡了。当然，女帝也是真的喜欢路飞，这是爱到死去活来的100%纯爱情。不过娜美这一边，她是路飞的第一个女船员，这一路上出生入死，而娜美表达对路飞的感情比较柔和，但显然那也已经不是简单的船员和船长的感情了。性格上，娜美和女帝的百般顺从非常不一样。路飞有钱就花，娜美勤俭持家；路飞神经大条，娜美心灵手巧，颇有贤内助的品格。而路飞又很宠娜美，甘愿让她当草帽团老大。所以路飞要在对自己百般宠溺的姐姐女帝和日久生情的红颜娜美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其他的，明哥的情人虽然是维奥莱特，不过明哥倒是热衷于和老沙组个沙县小吃 CP。烟鬼和缇娜的大烟枪组合，烟鬼和达斯奇虽然经常一起行动，但感觉烟鬼还是和缇娜各方面的比较般配。科比和雷贝卡情侣款发色组合，在世界会议篇，科比保护了利库王的船，居鲁士对科比有所耳闻，也非常满意。只是相比过来搭话的雷贝卡，科比更在意路飞的消息。麦哲伦和小萨蒂恶趣味暗黑组合，反正小萨蒂是挺喜欢麦哲伦的，但目前没看出来麦哲伦有那方面的想法。巴托洛米奥和德扎亚非主流发型组合，两人也是从小到大的玩伴。不过小迷弟巴托现在一心扑在路飞身上，对搞 CP 这种事情完全没有意愿。另外，不管是悲情还是圆满，海贼王中其实也不乏展现过生米煮成熟饭的爱情，比如罗杰和路九、塞尼尔和路西安、老蔡和 Baby Five、贝基和气风、耶稣布和班奇娜、警卫门和阿赫、玉田和石夫人等等等等。还有一对属实是没有想到的，就是当初微微的搭档 Mr. 9，2年后在扉页中，他已经和那个金刚芭比组成了家庭，并且有了孩子。只能说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想挡也挡不住啊。海贼王中那些多少有点恶趣味的人，首先推进城里有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狱卒长，那就是小萨蒂，他手下掌管着几只蠢萌又凶残的狱卒兽，当然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至于小萨蒂有什么爱好，从他装扮上就一目了然，穿着一身桃红色火蜡皮衣，浓密卷曲的金发，刘海遮住眼睛，双耳的耳坠是燃烧的蜡烛形状，非常喜欢用皮鞭抽打别人，对别人的惨叫和尖叫反应极大，还会经常露出一些情不自禁的表情。小萨蒂虽然是在推进城工作，但不管怎么看，这个抖 S 女王都更像是从不正经的监狱里乱入进来的。后来在推进城4层出口处对战小伊万，这两个最具恶趣味的人相遇了，只不过小萨蒂完全不是伊万的对手，被打败后，小萨蒂还被用特殊的方式绑着吊了起来。萨蒂酱向署长麦哲伦抱怨求助，场面一度非常的尴尬。サディちゃん、一体どうしたんだ？オカマコフに、やられちゃったのよ。屈辱的。捨てなきゃ生きてる意味がないのに。下ろしてやれ。俺は先を急ぐ。はい、すぐに。在2年后的扉页中，他在那里照镜子，准备见自己的心上人。据说小萨蒂爱上了新任的副署长，而他爱上了这位副署长，正是大事件之后甘愿降职的麦哲伦。只是麦哲伦嘛，似乎一直把小萨蒂当同事看待而已。然后是小伊万的恶趣味属性，通过荷尔蒙果实能力，可以对任何人完成性别的自由转换，完事儿还会让人欣赏自己性转后的样子。这一招也随时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变成女性后的小伊万，至少身材比例正常了很多，当时也是短暂安抚了一下情绪震荡的山治。但山治早有心理准备，毕竟之前的一些反转给山治留下了终身的心理阴影，而这一次也让山治彻底对这里绝望。小伊万身上还有奇奇怪怪且非常沙雕的技能，他的那种厚到可以接下来当盾牌用的浓妆面具，虽然很奇葩，可防御力惊人，不仅可以抵挡麦哲伦的毒液，还缓冲了赤犬的一拳。还有颜面成长荷尔蒙，通常来说，男人版的小伊万是头和身子一样长的2头身的比例，用了这一招就是负的8头身比例。除了头重脚轻、行动不便之外，倒是可以增加一些攻击力的 buff， 还可以拓宽一些视野，危急关头也可以藏很多人在上面。弗兰奇的恶趣味属性，改造自己这种事儿似乎会上瘾，正如弗兰奇在终极变态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其他的还好，就是弗兰奇有3个技能非常的生糙，一个是弗兰奇人马，然而这和那种飘逸的人马大相径庭，这是一匹前后颠倒的人马，除了有4条腿可以锁住敌人，本身的槽点好像比作用更多。第二个是弗兰奇在胸前部位改造了2个灯，除了在黑暗中照明使用，也可以发光来吸引虫子，从而将其一举歼灭。在和塞尼奥尔的战斗中使用过加强版的，具体威力不明，但疑似可以用作闪光弹。第3个风来喷射，从弗兰奇屁股里发射的低配风来炮，据某知情人士反馈，这属于是有点可乐味的屁，本质上那还是屁，一般用于让自己飞跃和高速移动，也可以用来崩人或者东西。另外在 SBS 中，弗兰奇50岁和70岁的样子有2个版本，其中在出现意外的未来中，50岁的弗兰奇已经彻底成了机器人，70岁的弗兰奇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类乃至人的范畴，而是变态成了一艘战舰。但感觉照现在这个趋势，这个版本才是弗兰奇正常的未来。CP7 拉面拳法旺泽的恶趣味，他的攻击招式几乎都是依靠拉面，然而他做拉面的方式主要是靠嘴和鼻子，先将面粉倒进嘴里，然后用鼻子醒出来满满一大碗，当时还自信满满的给山治他们品尝，这玩意儿纯属是黑暗料理了，肯定还夹带什么私货。在扉页故事中，青雉在旺泽那里吃拉面，估计也是看到他怎么做的了，假装不小心把面都给冻住了，毕竟实在很难下嘴。罗宾的恶趣味属性，相较于前4个，罗宾也仅仅只是性格上腹黑一些而已，完全是被路飞他们给解放天性了。像抓弗兰奇把黏糊糊的天然树枝往乌索普裤子上抹，一本正经的说出很可怕的话，这些操作放在文艺女神罗宾身上，反而是一种很有趣的反差。但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和之国罗宾本来好好的，然而却形象尽毁，留下了不忍直视的画面。尾田的恶趣味魔爪终究还是伸向了罗宾，不能接受，这完全不能接受。路飞的恶趣味，单纯又贪玩的路飞常常无意间做出一些奇葩举动，比如把警卫们的下半身粘在自己身上，模仿半人马，结果被罗宾吐槽恶趣味。这还真不容易，常常都是弗兰奇才会被罗宾吐槽。不过就路飞的欢乐天性，干出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也都不足为奇。草帽一伙悬赏金的含金量，目前草帽团10人赏金总和是31亿6100万，领100倍利，而他们现在对抗的是总赏金轻松过100亿的双四皇及其黄团精英干部，对世界政府来说更是一个巨大威胁。所以草帽团目前的性价比非常之高，但和之国后无疑会迎来一波赏金飞跃。其实一路上草帽团的赏金都普遍存在被压低和不匹配的情况，主要是他们的成长速度太快了。首先是路飞，他2年前到达香波地群岛时赏金3亿贝利，位列11超新星第2名，仅次于基德的3亿1500万。但有2个地方路飞通关后因特殊原因没更新赏金，一个是空岛打败艾尼路，虽然有果实克制这个 bug 在，但终究还是打败了，只是空岛不属于蓝海文化圈，一个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世界政府管辖之外的隐藏关卡，自然也没有悬赏金。第二个是在恐怖3维帆船打败3亿2000万的莫利亚，世界政府觉得一个人干趴老杀莫利亚2个七武海，传出去的话政府颜面何在，加上大战在即，保留了莫利亚七武海之名，就派了熊去低调灭口岛上的所有人，而熊是革命军的人，忍不住放了海，加上索隆扛住了压力，上面以为草帽团全灭，也就没再追究，不然正常来说那一届超新星第1高赏金可能就是路飞的了。2年前路飞把世界政府3大机构都给闹了一个遍，2年期间赏金更新到了4亿。盛平说过赏金过了3亿就很难涨了，但显然经过名师指导脱胎换骨的路飞真实实力和威胁程度不止4亿。在冰火岛3档打败悬赏3亿的凯撒，在德岛4档打败了悬赏3亿4000万的明哥。明哥这个由于他是七武海，3亿4的赏金是冻结后的原赏金，如果以实力为主的话，明哥应该在卡尔之下饼干之上能有个9亿多点。打败明哥后，路飞的赏金来到5亿，2年前2亿的罗都已经追平路飞了。回顾路飞的经历，这5亿的含金量还是很足的。直到蛋糕岛在四皇的地盘上大闹一番，让悬赏10亿5700万的卡尔有了至今唯一一场败绩，路飞的赏金才卸掉了枷锁，飞跃至15亿。现在路飞是挂着15亿的赏金，跟46亿多的凯多打得有来有回。山治和索隆比路飞更亏，他俩现在的赏金还不如四皇团2流干部水平，凌空六子的平均赏金都比他俩高很多。然而悬赏3亿3000万的山治打败了13亿2000万的奎因，3亿2000万的索隆打败了13亿9000万的晋，甚至索隆之前还砍伤了凯多。早在阿拉巴斯坦打败老沙集团后，路飞更新到了1亿，索隆开张就是6000万。但山治、娜美、乌索普、乔巴明明都打赢了干部战，却都没有赏金，尤其是山治和娜美。山治是打败了3200万的小冯，到后来打败了 CP9 加布拉，首次悬赏7700万，算是挺高的了。加布拉和卡库的倒立值相差无几，所以如果阿拉巴斯坦山治有一些基础悬赏，山治有可能也是那一届的超新星。而娜美更是在阿拉巴斯坦打败了悬赏3500万的妹死双手指。然而直到司法岛打败卡利法后，娜美首次悬赏只有1600万，只能说那个时候世界政府确实还不太看重他们。但罗宾的赏金
显然也和他的能力不匹配。作为能影响世界、极大威胁世界政府的存在，8岁就被悬赏7900万。然而司法岛被解救出来后，赏金只涨了100万，意思了一下。主要是罗宾确实没惹什么事儿，除了才能，战斗上目前仅悬赏1亿3000万的罗宾，则是能打败悬赏4亿8000万的黑色玛利亚。甚平原赏金是2亿5000万，更新后是4亿3800万。甚平不仅轻松打败悬赏5亿4600万的福兹福，当然福兹福的赏金很多是因为掌握着一些政府情报的关系。不过甚平一次把大妈打出船外，一次将大妈撂倒在地，就这操作4亿多的赏金属实是少了。乌索普从3000万涨到2亿，单看涨幅是挺多的，但乌索普的见闻色水平认真起来何止2亿。乌索普当时也是唯一一个让明哥给出了5星好评，悬赏5亿的 God 乌索普、奥士路菲罗等一众群雄，9400万的弗兰奇、8300万的布鲁克、6600万的娜美，这3个挣扎了一路还没破亿的人。不过他们发挥的作用并不是赏金可以完全体现出来的。弗兰奇、娜美是出海远航的根本保障，布鲁克偷历史正文，还敢单挑大妈，这种事情世界政府不会多清楚，也不会对赏金有太多的加成。最后海贼世界里性价比最高的海贼，那无疑就是乔巴了。现在是挂着100倍利的悬赏，打着100多亿的价，还能给13亿多的大看板一个大逼斗。对努力变成一个勇敢海贼的乔巴来说，100倍利的宠物，这已经不是低估了，而是一种侮辱。不知道乔巴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魔咒。总之，赏金的更新，一方面是海军、世界政府根据有限的情报、实力和危险程度的主观判断，还有就是尽可能的给主角团留下足够多的成长空间。草帽一伙的赏金一路上也就都跟挤牙膏一样，定的相对比较保守了。海贼王里大将元帅的那些爱好，首先赤犬非常喜欢花，很喜欢蔷薇和樱花，不管是做大将的时候，还是晋升元帅后，他衣服上都有一朵蔷薇的胸花装饰，包括衣领上，甚至在臂膀上还纹了一大片蔷薇绽放加樱花点缀的图案。而且对花的情有独钟，至少在他初入海军的时候就有了。赤犬还会很细心的修剪他的盆景，这个时候的赤犬倒是少了几分大开杀戒的凶残。普遍认为赤犬在道义上做事很极端，所以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句话更适合藤虎大叔。但赤犬私下里小心翼翼养花的爱好，真是让人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藤虎大叔的最大爱好那就是赌博了。身为一个重任在身的大将，到了现场不慌，先撞见索隆，向其问路，之后摸到赌场，直接就玩起来了。虽然每次都赌对，但在赌博期间他还故意装菜，在赌场里让人忽悠，让人薅头发，然后藤虎就把这帮人给办了。随身带着骰子，遇事不决，全凭天意。藤虎还特别喜欢吃荞麦面，而且是任何时候，在追捕罗的时候吃面，给德岛民众谢罪后吃面，跟赤犬互喷完吃面。没有什么事儿是一碗荞麦面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在海军基地门口再吃一碗。青雉的爱好算比较多的，1爱睡觉，2爱喝酒，3爱骑自行车，4爱少女养成。自行车这个众所周知，青雉上班期间都敢跑出去骑车遛弯，基地里找也找不到，一打听翘班骑自行车去了。现在不仅骑自行车，还养了一只叫骆驼的企鹅。青雉的花式睡觉这个，找个地方就能睡，站着睡，躺着睡。白胡子带着几十个海贼团来串门了，还搁那睡。当然也不知道青雉的具体计划是什么，辞职后去黑胡子那边睡的话，难不成是专门恶心不用睡觉的黑胡子去了？黄猿老爷子的爱好，喜欢表演，打自己的老师就来劲，喜欢跳 PPAP， 喜欢当园长，甚至还成了某位网友的数学老师。这些兼职就不说了，其实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办公室里一坐，热茶一泡，指甲一剪，二郎腿一翘，口哇一内一说，无比悠闲的混工资。他和青雉那种故意且赌气的懒散还不一样，黄猿是骨子里由内而外的那种水，这大概就是黄老爷子比较热爱的生活方式了。战国老元帅，战国最大的爱好就是养动物，那只羊跟了他有些年头了，还有一只海鸥，内退之后身边还多了一只大猩猩。这海军基地本质上就是个动物园，没了压力就开始解放天性。海军外套里面大花裤衩和花衬衫的搭配惊艳全场，没事再给海军军官们开个讲座也是很悠闲了。而且和卡普一样，战国也是零食不离手，鲜贝、年糕还有什么果子什么的，不妨再来一碗荞麦面。所以虽然这帮人平时看似很正经的都在研究如何抓海贼，不过个人爱好那是丰富多彩，一点也不带少的。从实习生到业界大佬，对一个10多岁实力还不是很强的海上新人来说，从见习海贼到业界大佬，这是一段励志而又艰辛的难忘历程。罗杰团里当年有4个挂名的见习船员，其中有同岁的红发和巴基，当年在罗杰船上还只是2个小孩。2人虽然没能跟罗杰到拉夫德鲁，但在罗杰死后，大家各奔东西，巴基还拒绝了红发的开黑邀请。多年之后，红发名列4皇之位，组建了实力最均衡、平均悬赏金最高的红发海贼团。
而巴基虽磕磕绊绊，但在顶上战争声名大噪，各种匪夷所思的骚操作一战封神，被冠以巴基大神的名号。另外2个见习船员是猫腹蛇和犬蓝，这个纯属意外。当年玉田被罗杰拐走后，本来白胡子就很生气了，结果不曾想猫腹蛇犬蓝又跟着玉田偷偷上了罗杰的船，这是借1赠2，罗杰猫狗双全大赚，白胡子血赔。四皇凯多曾经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海贼实习生，那个时候最多不过20岁的年纪，虽然有了狼牙棒，不过还没吃那颗让人懵逼的鱼果实。后来洛克斯海贼团解散当天，玲玲姐姐将鱼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这颗果实给了凯多弟弟，因为有这么段缘分，所以大妈对后辈凯多还是有帮扶之恩的。白胡子海贼团白团后来的这些队长们，很多都是从海贼实习生做起的，10几岁就跟着白胡子。当然在白胡子眼里，除了玉田，别管是新人还是老人，一律都是儿子和女儿。其中小马哥当年做海贼实习生的时候，被老前辈雷利一根手指教做人，雷利实实在在的给这位晚辈上了一课。随着慢慢成长，后来马尔科做到了一番队队长，白团2把手，顶上战争和3大将交手，在凯多的地盘上又一个人和晋和奎因缠斗，已然是今非昔比。不过白胡子海贼团里当年还有这么一个实习船员，后来他改变了白团的命运，甚至改变了此后大海上的格局。一个叫蒂奇的少年上了白胡子的船，因为异于常人的身体构造和体质，黑胡子不需要睡觉，所以有更多的时间谋划他那一鸣惊人的阴谋，最后不择手段坑爹坑队友坑世界政府，从一个不起眼的见习船员成功上位4皇。所以总的来看，现在的4皇里，红发、凯多、大妈、黑胡子，大妈成名比较早，但另外3个都是一开始从其他海贼团里的见习船员身份，最后成长为4皇的。海贼王里那些过于耿直的骚操作，别看明哥是个黑社会，是个阴谋家，在某些事情上明哥还是相当厚道的。德岛竞技场的终极奖品是烧烧果实，以明哥的操作，他能把真的放进去吗？他就算放个假的，目的一样能达到，自己还不亏。结果明哥居然来真的把货真价实的烧烧果实放在了奖品盒子里。不得不说，明哥这波操作真的太实在了。恶魔果实这东西在黑市里起步价都是1亿贝利，已知最高的是手术果实50亿贝利。毕竟明哥是混黑市的，为了信誉也是拼了，说给真货那绝对不掺半点假。而且居然只派了迪亚曼蒂去负责这件事，只能说明哥还是个忠厚人呢。然而事实证明，明哥这波过于耿直的骚操作，让明哥赔了果实又折兵，到头来路飞没抓到，烧烧果实还被萨博给吃了。明哥的计划虽然被搅乱，但明哥的耿直有力地推动了剧情发展，给艾萨路3兄弟的情谊做了次背景板。比明哥还耿直的是布雷，当卡尔和路飞在镜世界里打完后，布雷出来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喊了句哥哥被路飞打败了。要不说布雷是路飞身边的神级辅助，这下好了，本来是2个强者的互相认可，结果亲戚朋友全世界都知道了卡尔在路飞面前倒下了，集体震惊之余，提前预定了第2天报纸头条，还强行扰乱军心。而且当时卡尔和路飞在镜世界里打的时候，布雷冒出来当着人家的面说，卡塔库利哥哥可是从出生起后背就从来没有着地过，没有倒下过的超人，外加一串彩虹屁。然后卡尔从来就没有这么无语过，恨不得说你知道就可以了，别当着别人的面说出来呀，万一是毒奶怎么办？何况对面这小子还有主角光环，你这坑妹妹坑死你亲爱的哥哥算了。以至于卡尔躲起来躺着吃甜甜圈的时候，都会想起妹妹的话，还要时刻顾及到自己的形象会不会崩塌。就因为被妹妹强行立了 flag， 卡尔跟路飞打得有来有回的时候被路飞打飞，就算是用后脑勺刹车也绝对不会后背着地，因为卡尔不想让妹妹失望，万一脑袋上磨秃噜皮了，那也得硬扛下来。所以布雷的过于耿直也让卡尔这个当哥哥的操碎了心。只是卡尔在布雷心目中是无比强大的，他才引以为傲的这么说。当然布雷最后还是把他其实知道哥哥喜欢躺着吃甜甜圈的这件事说了出来，知道真相的卡尔还老脸一红。罗宾加入草帽团后的心路历程。阿拉巴斯坦事件结束后，路飞他们准备继续航行，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曾经是老沙手下的罗宾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溜上了船，而且还一如既往的优雅神秘，这让其他人很懵逼很忌惮。理智的索隆是最警惕的，不过罗宾倒是挺轻松，把这里当成了晒太阳的好地方。但是不得不说，罗宾真是太聪明了，他知道自己来的莫名其妙，为了让路飞他们放松警惕，先是用果实能力逗乔巴和路飞玩，让他们开开心心的，自然不会在意其他事情了，也增加了好感度。然后一开始严令禁止罗宾上船的娜美被罗宾用宝石收买，瞬间来了个娜美真香定律，改口叫罗宾姐姐了。原本和索隆一队的乌索普呢，
看到路飞和罗宾配合模仿乔巴，也绷不住了，干脆直接叛变。山治不用说了，早就沦陷了。罗宾知道索隆是最警惕的，就简单给了一个微笑，从长计议。一波操作后，一船的人在罗宾面前全部破防了，真的是666。虽然罗宾跟着一起出发了，但其实最开始的一段时间，草帽一伙对罗宾还是有戒备的。罗宾因为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也是如此。起初，罗宾的目的里是有想方设法的让自己活着，但更多的是罗宾天生的温柔善良。比如怕索隆感冒，想过来给索隆披上衣服，喊大家一起过来看流星。他也真的是想把大家当成伙伴来看待，渴望有个归宿。可是内心总有那么一点隔阂、距离、神秘，是一开始罗宾和伙伴们无法逾越的沟壑，或者说是他们之间少了一层羁绊。在这段时间里，罗宾称呼路飞他们还是以职业为主，比如厨师先生、航海士小姐、剑士先生。当然，说乔巴是优秀船医的时候，会直接把乔巴夸到飘。但是，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和经历了一些事情后，大家的内心都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8岁就被悬赏7900万的奥哈拉唯一幸存者，失去母亲，失去同胞，失去故乡。之后20年，世界之大，无一处容身之地。被追捕、被嫌弃的罗宾，靠着迫不得已的方式艰难地活着。但身边有了这些伙伴们后，罗宾感受到了奢侈的温暖和安逸。所以，当他再次被世界政府盯上后，罗宾萌生了一个愿望，牺牲自己，屈服于世界政府，保伙伴们安全。罗宾自己甚至也觉得自己就是政府嘴里的那个奥哈拉的恶魔，所以他不想拖累大家。这时候他们早已是真正的伙伴了。当路飞他们知道了罗宾的这个愿望后，一个个打了鸡血一样。罗宾不曾想到，伙伴们居然突破层层阻隔，来到了他的面前。在这里，罗宾终于将内心对伙伴们的情感和不舍喊了出来。之后，路飞他们和 CP 难和世界政府为敌，艰难取胜，从强权的手中夺回罗宾。罗宾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找到了甘愿守护自己，而自己也甘愿为其付出的一群人。往后，罗宾少了几分神秘，多了一些开朗；少了几分内敛，又多了一些腹黑。开心笑的时候比以前更多了，在日常生活中贴心的给路飞喂饭，让弗兰奇和乔巴躺在自己的腿上，而且变得更可爱了。总之，让罗宾酱成为真正的伙伴，这是一段很艰辛的过程，也是一段一波三折的心路历程。海贼王里有钱人的枯燥生活。说到海贼里的有钱人，穷的只剩钱的黄金帝德索罗，这个拥有世界上20%财富的土豪，是真正可以字面意思上视金钱为粪土的人。黄金在他眼里确实不算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因为他用黄金造船，用黄金盖房子，用黄金造一座城，连马桶浴缸什么的也全都是纯金打造。黄金在他眼里的价值小于等于水泥。虽然他都那么有钱了，但在德索罗身上却也可以看到，钱确实不是万能的，买不来失去和逝去的一切。所以德索罗干脆就用钱干钱该干的事情，那就是为所欲为，用钱疯狂填补内心的空虚和遗憾。在纸醉金迷的黄金城中，随处可见象征斯特拉的纯金星星标志，他让比自己先笑的手下活活憋死在黄金中。街上无数的豪华跑车就是他玩腻的玩具。德索罗成了梦寐以求的大明星、大土豪、大老板，他身边可以簇拥很多人，钱可以让他享尽世间的荣华富贵，但他现在有再多的钱，却也买不回斯特拉。相比于直接造一座黄金城来炫耀的德索罗，文斯莫克家族就相对另类一点，准确的说是炫耀的方式不同。加治选择了烧钱烧的最厉害的玩法，那就是无限发动战争和疯狂研究黑科技。北海就不用说了，甚至利用那些造价不菲还可以翻越红土大陆的可拆卸式蜗牛战舰，将战火蔓延到其他海域。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加治当然是雨露均沾，不光求最贵，也求最好。曾经吉尔玛算得上是世界政府加盟国数一数二的土豪国，毕竟加治还有修改山治的悬赏令的门路，可见有多财大气粗。还有瓦波尔，原慈古王国国王，无脑作死，丧失民心，被路飞打败后流浪街头，靠着吞吞果实吃垃圾发家致富，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瓦波合金，连弗兰奇将军上都用着这种合金材料。有钱后的瓦波尔也改变不了以前的尿性，有钱了就开始无脑造，甚至直接创建了一个邪恶黑暗慈古王国，成了世界政府的加盟国。高昂的会费在他眼里已经是小钱了。瓦波尔还得到了世界贵族的认可，打扮的珠光宝气，仆人美女钞票簇拥在身边。要说最土豪的群体，那肯定是天龙人。他们怎么体现高逼格？除了不屑于和其他人呼吸同一片空气，罗杰55亿多悬赏，白胡子50亿多悬赏，对天龙人来说，这不就是填几个数字吗？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悬赏加起来，总之能不能抓到他们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有格调，要有腔调。
就告诉别人只要有价，多少钱他们都付得起，这才是土豪想表达的唯一意境。除了这些，老沙、明哥、凯多、艾尼路个个都是显而易见富可敌国的豪。巴基老板手里还有个约翰宝藏不动产，一旦完全发掘，海贼福布斯排行榜前3名必定有巴基的一席之地。至于他们如何烧钱，无非就是像上面几个一样。这么一看，有钱人的生活的确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海贼王里的那些区别对待，在草帽团的日常生活中，在娜美面前，船上只有2类人，一类是罗宾本人，另一类是除罗宾之外的导弹组。所以娜美爆锤草帽团除罗宾以外的任何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至于慎平之后会不会挨揍，还有待观察。反而是没见过娜美锤罗宾，最多就是向罗宾抱怨几句。因为众所周知，平时路飞他们经常一起作啊、皮、风、浪、吵、睡、吃、闹、打、捣蛋，所以作为草帽团的生活管家，对待3天不打上船接瓦的除罗宾之外的这类人，只能是何以解气，唯有铁拳。说到铁拳，那不得不说到卡普。其实卡普老爷子在大多时候都是一视同仁的，别管是亲孙子、干孙子，还是中途混进来的小街溜子，那都是一律爱之铁拳伺候着。在战场上，一拳锤飞巴吉斯，也能一拳把马尔科锤懵逼，让人琢磨不透卡普的一拳的上限究竟在哪儿。但是事实证明，拳头再硬，心都会软。卡普居然被2档路飞一记孝孙拳给打下去了，卡普这操作就把马尔科给整不会了。马尔科心想，还有这么玩的，我被这老头打的都得缠绷带了，就因为不姓蒙齐呗，明显是区别对待呀。紧接着战国也不对劲了，打路飞的时候呢，最多就是把路飞勉强压漏气了，除了变小的副作用，还屁事儿没有。最初想着啊，战国是智将，实力或许都在脑子里，结果后面战国一人一掌，一个冲击波，把黑胡子全团拍得头破血流，还让他们瞬间丧失反抗之力。这波操作也把黑胡子给整不会了，黑胡子就懵逼了，恨不得举报说，这一下和刚才打路飞那一下，确定是出自一人之手，打路飞怎么不放冲击波呢？腿站酸了，手不能也酸了吧？这不是站在正义的制高点上打假拳吗？当然，要说最会区别对待的，肯定是当属巴托和女帝。打败明哥之后，巴托收集到了草帽团所有人的最新悬赏令，还细致地装饰了起来，并精心为路飞他们讲解赏金变化。其实巴托还收集到了罗的最新悬赏令，只不过把罗的悬赏令当废纸给扔了。而且面对罗和索隆的时候，虽然他2人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巴托只听索隆的。看来巴托属实是真正合格的小迷弟，把区别对待发挥到了极致。女帝也不相上下，在他眼里，全世界只有2类人，一类是路飞本人，一类就是其他人，爱谁谁。路飞饿了，女帝当牛做马，亲力亲为也要喂饱路飞。慎平呢，悄悄吃一个梨，结果被女帝厉声训斥，吃的太多了，吓得慎平还差点被一只梨给噎死。在巴托和女帝这2人面前，路飞也有区别于众人的满级美颜滤镜。光月玉田复活的2种假说：第一，模仿说，最有可能的3个伪造者：1能把画出来的东西变成实体的看十郎；2能变身的一度狐牛鬼丸；3能变身的九尾狐戴鹏。其一，黑炭看十郎真实画工很好，曾经画出了一模一样的自己，骗得警卫们他们云里雾里的，后被打成重伤。因为凯多砍下了黑炭大蛇的头颅，看十郎爬起来被迫营业，画出了一个光月玉田，振奋人心，揭竿而起，锄强扶弱干凯多。一波碟中谍的操作后，走上了洗白之路，这是一种猜测。其二，牛鬼丸那个身影是光月日和的身影和侧脸，他带着牛鬼丸秘密登上鬼岛来到这里，狐狸脚下一阵烟雾，变换成光月玉田，拯救鼓舞战败重伤的赤鞘九侠，或在战局中死诸葛吓退生仲达，让凯多回想起当年被玉田砍伤的心理阴影。但根据神话故事，一度狐只能变一次身，牛鬼丸从僧侣变回狐狸的时候，自称已经完成使命了。其三，九尾狐戴鹏，黑胡子他们贯彻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战术，瞒天过海，秘密登上鬼岛，当然不是为了和其他3皇搓麻将，而是另有企图或者捡漏。如此一来，战局又将扩大。不过这个玉田和戴鹏的叉腰动作虽极其相似，但其实玉田本尊也习惯用这种叉腰的动作。第二，穿越说，其一，眼前的玉田就是真玉田。20年前，在玉田被处刑之前，玉田在监狱中和石夫人碰面并脱刀的时候，通过石夫人的能力来到现在。此后，玉田会和路飞他们参加决战，击败凯多，见证和之国开国。然后尾田吃设定，觉醒了或者只能用1次了，时间果实又能挂上倒档了。玉田和大家告别，回到20年前慷慨赴死。玉田又必须舍命救下赤鞘九侠，尤其是警卫们，他正是20年后将路飞等人引向和之国的人。玉田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后，最后笑着沉入油锅中。其二，石夫人的时间能力有寄托某个时间节点的能力，
玉田也是玉田，但不是肉身，而是曾经某个时间点上的一段留存。先在房间里出现的黑影是石夫人，然后开启能力，变化出玉田的身影，或许是要传达意义重大的话语或信息，但会很快消失。最后的决战还是交给新时代的人们来掌控。当然还有脑洞大开级别的，那个出现的黑影是艾尼路，耷拉下来的长长的是艾尼路的耳垂，这波操作只能说是很骚了。还有玉田出海期间吃了什么复制果实之类的，要是这样的话，当年下油锅的就是凯多了。虽然猜测很多，不过能推敲的也就几个，模仿和穿越都有 bug， 主要是看尾田怎么圆了。4颗有模仿能力的恶魔果实，第一最直接的模仿果实，黑炭木蝉和黑炭蝉丸这2个人身上有2个重要标签，一个是前任模仿果实能力者，一个是前任屏障果实能力者。而模仿果实虽然不像有些果实有那种毁天灭地的破坏力，但如果巧妙利用，不仅可以轻松毁掉一个王族，甚至能毁掉一个国家。这种作用在黑炭木蝉和小冯身上都有体现过。黑炭木蝉将黑炭大蛇带上复仇之路后，然后木蝉一个人模仿光月家族祖孙3代，先是模仿光月玉田将黑炭大蛇引荐给光月寿喜烧，害死寿喜烧后，木蝉又模仿光月寿喜烧传达假遗嘱，立黑炭大蛇为将军，后来又模仿桃之助让玉田在和凯多的对决中分心，玉田最终被凯多击败并杀害，光月一族被拉下王位，黑炭木蝉可以说是最大功臣。全场下来，辅助稳拿 MVP， 而凯多也怕木蝉和大蛇故技重施，威胁自己的统治，便杀了黑炭木蝉。多年之后，老沙在阿拉巴斯坦能稳住根基，也离不开小冯模仿果实的能力。小冯和路飞成了伙伴后，在推进城的时候，更是成了最具骚操作的 X 因素。模仿娜美骗汉尼拔，模仿汉尼拔骗麦哲伦，模仿麦哲伦骗守卫，让原本不可能逃出升天的草帽小队奇迹般的冲出了推进城。小冯和模仿果实又拿了全场 MVP。第二个，警卫门的伏符果实可以对自己或者别人进行变装，最经典的一次就是在德岛，警卫门利用伏符果实模仿民歌，但警卫门的这个民歌连豆豆鞋都不换上，确定是认真的吗？不能说是毫不相干，但也是天差地别。结果还真把古拉迪乌斯给骗懵逼了。古拉迪乌斯好歹也是跟了民歌这么多年的老干部了，这都能让人骗，恐怕和路飞一样也是个脸盲。但凡长得像火烈鸟的就是民歌。第三，布雷的镜镜果实，其中一项能力就是可以把镜子照射过的人投影到动物身上或者自己身上，从而实现以假乱真。布雷就用镜镜果实能力模仿出了一个吃棒棒糖的山治，把路飞等人骗进了森林，然后又模仿出路飞和路飞 PK， 因为是镜像，说的话、动作、技能都是完全一样对称的，以至于路飞和自己打等于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打，完全就是五五开。只不过有镜像原理，所以假路飞和真路飞脸上的伤疤和其他细节是相反的。后来布雷又粘贴出了一堆由动物变成的娜美、布林、山治、乔巴、加洛特，把路飞累死，这也根本抓不完。第四，戴鹏的幻兽种全拳果实九尾狐形态，这个果实已知的一种能力就是它有那种能变成其他人的变身术。戴鹏在莫利亚面前就模仿过阿布萨罗姆，并且是长相、装扮、特征、细节都可以模仿，可以做到和模仿果实一样的效果。综合来看，所有的模仿能力的作用，有些时候甚至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威力。